今天是黑老大俊哥出狱的大好日子，可看到前来迎接的小弟们，他却一脸的不高兴，因为自己最得力的手下老金没有来。领头的胡子男告诉俊哥，副会长手头有些事情要忙，所以只能在基地等待俊哥了。副会长呢？没想到当年的小跟班如今坐上了副会长，俊哥既感到惊讶，但更多的是内心的不爽。随后车队浩浩荡荡地行驶在公路上，很快就来到了釜山帮的基地。老金带着众人在门口等候多时，见到俊哥后，他毕恭毕敬的行礼，俨然一副忠诚小弟的模样。但在接下来的接风宴上，俊哥却丝毫没有给老金留情面。他当着众人质问老金，为什么这些年从来没有去监狱探视过他。原来当年正是为了保全老金，俊哥独自一人扛下了殺人的罪名，结果这一判就是17年。可是面对俊哥的质问，老金却以事情太忙为由敷衍应付，这瞬间挑起了俊哥的怒火。众小弟们见状纷纷停住了手中的碗筷，场面顿时陷入极度尴尬的境地。见此情形，老金也不再伪装，他劝俊哥先好好休息几天，然后可以去国外颐养天年。俊哥这才意识到自己在帮派的地位早已不复存在，二人之间的夺权之战就此打响。为了找到一个得力的助手，俊哥在海边测试了从监狱带出来的小胖，确认对方是一个可以值得信任的人。第二天，他去拜访了迟迟未露面的老会长。老会长和俊哥的父亲曾经出生入死，一同创建了如今的釜山帮。他后悔自己错看了老金，将对方提到了副会长的位置，如今就连他自己也遭到胁迫。老会长不想看到帮派落入到小人之手，他交给俊哥一大笔巨款，支持他夺回父辈们创下的基业。随后，俊哥偷偷去看望昔日过命的兄弟，可这几年身边的亲信早已被老金铲除殆尽，侥幸活下来的几个也被折磨得生不如死。得知俊哥要夺回帮派后，兄弟阿强和阿荣立马表示愿意誓死追随，而另一边的老金也没有坐以待毙。自从上次的接风宴后，他知道自己和俊哥的关系已经决裂，但杀大哥的罪名可是江湖大忌，所以老金让胡子男给俊哥送去一张机票，希望这位好大哥识相点，主动离开。 이건 태국 가는 티켓인데 이달 안에는 아무 때나 편하실 때 떠나시면 된답니다. 看着眼前狗仗人势的家伙，俊哥命令小胖直接驾车离去。当然要想完成自己的计划，俊哥知道此时还不能把老金逼得太急，于是他让小胖故意在外面放话，抱怨俊哥现在不但穷得连小弟都养不起，还重新沾上了吸毒的恶习。这个消息果然让老金放松了警惕。俊哥趁机开始筹备复仇计划。他先是用钱收买了当地的刑警，警察表示只要不出人命，对于黑帮的内斗他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接着俊哥让人对老金的现状进行了摸底调查。老金的心腹助手一共有3个人，头号助手名叫小新，是老金的左膀右臂，为人心狠手辣，但此人极为好色，经常出入各种风月场所。2号助手名叫老高，酷爱打高尔夫球，虽然他的手下人数最多，但由于平日里疏于管理，所以实际上的战斗力不值一提。3号助手名叫大贺，一直掌管着老金的赌场生意，他是典型的墙头草随风倒。3个人中他的忠诚度也最低。摸清楚老金的底牌后，俊哥决定即刻开始实施行动。可是想要彻底扳倒手握重权的老金，光有计划没有人手可不行。此时一个叫小雨的男孩刑满出狱，成为俊哥夺取帮派的关键一步。小雨是釜山当地出了名的小混混，经常带着一大批年轻人在外面打架斗狠，就连庙里的和尚他们都不放过。可很快小雨就被警方逮捕，因聚众斗殴罪被判了2年的无期徒刑。小雨的妈妈和俊哥曾是中学同学，为了让儿子在监狱里不受欺负，她只好请俊哥帮忙关照。在俊哥的特殊关照下，小雨再也不用干监狱里那些脏活累活，她不仅可以跟着俊哥在狱警的办公室里一起抽烟，还时常能听俊哥讲一些有趣的江湖往事，这让小雨渐渐感受到如父爱一般的温暖，两人的关系也越走越近。当小雨被刑满释放后，俊哥第一时间送给他一辆摩托车作为出狱礼物。而正是因为在监狱里的这段特殊情谊，在得知俊哥要夺回帮派后，小雨立马带着众小弟全部投入到俊哥的门下，这让俊哥的复仇行动也终于得以实施。为了铲除老金的左右手，他们先是利用夜店里的跳舞小妹抓走了老金的头号助手小新，将对方关进了笼子里。한 10초만 구워보자. 与此同时，小雨带人冲进了老高的球馆，在球场上追着老高一顿暴打，最后将他的双腿打断，直接扔进了海里，接连折损了2员大将。老金立刻对俊哥发动了回击，趁小胖等人在路边喝酒，胡子男驾车直接撞过去，将小胖和阿强撞飞到数十米开外。本以为双方即将展开一场正面火拼，没想到老金这时却主动打来电话，要求和俊哥进行和谈。他一改之前的态度，提出将自己城东城南的地盘全部让给俊哥，只希望他们今后能和平相处。如此诱人的条件让俊哥也倍感意外。看着成群的乌鸦在天空中盘旋，俊哥预感到老金一定在背后酝酿着什么阴谋。殊不知此时小雨对他的态度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。原来就在他和老金会面之前，老金先约小雨在咖啡厅见了一面，将一个惊天秘密告诉了小雨。原来小雨的亲生父亲和俊哥曾经是兄弟，但为了争夺帮派老大的位置，俊哥偷偷派人杀死了小雨的父亲。而当年去执行刺杀任务的正是老金和一个叫大刘的人。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，老金把大刘也带到了咖啡厅。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小雨有些难以接受，
他不敢相信自己的好大哥竟然是杀父仇人。而更坏的消息接踵而至，老会长突然去世了，这就预示着俊哥和老金的夺权之战将提前打响，一场蓄谋已久的刺杀行动即将开始了。当老会长的葬礼刚一结束，老金就命人在半路上对车队进行拦截，他必须趁这个机会解决掉俊哥。可本以为计划万无一失，谁知俊哥这边也早有准备。阿荣看准时机猛踩刹车，后面的胡子男来不及躲闪，直接一头撞了上去。没等老金反应过来，俊哥提着刀迅速走到车前，一脚将老金踹到了后备箱上，接着对着老金的腰子一顿乱打。另一边，阿荣拉起电锯，敲碎车窗，将胡子男的胳膊硬生生给锯了下来。此时的俊哥已经杀红了眼，忠诚度本就不高的大贺也只好后退观望。随后当着众人的面，阿荣用电锯把老金的右手直接锯断，老金疼得发出杀猪般的惨叫声，现场惨不忍睹，众人瞬间被眼前的一幕给吓傻了。小雨这才知道，原来这一切早就是俊哥预谋好的，对方根本没想用他去铲除老金。而经此一战后，俊哥全面接管了釜山帮，老金的3大助手也纷纷投靠了俊哥。按照当初和警方的约定，俊哥并没有杀死老金。可就在这时，小雨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随后他立刻带着人驾车离开了现场。原来打电话的人是大刘，他得知老金大势已去，终于把当年的事情告诉了小雨。当年他们虽然是去执行俊哥的命令，但俊哥交代只废不杀，而真正下死命令的人其实是老金，他曾是小雨父亲的手下，为了不留后患，所以逼着大刘要斩草除根。压抑了许久的小雨终于爆发了，他带人直接冲进了医院，按着躺在床上的老金连捅数刀，亲手干掉了这个杀父仇人。然而此举却触犯了警方的底线，警察勒令俊哥3天之内必须交出凶手，否则就把他再次送进监狱。为了平息此事，俊哥把小雨约到郊外去见面，简单了解事情的经过后，他把手伸进了口袋。小雨以为对方要杀人灭口，下意识去拿怀里的武器，可没想到俊哥却拿出来一张机票，他让小雨出国躲避，剩下的事情交给他来处理。这让小雨更加迷茫了，他不知道眼前的这个人到底是敌是友。临走前他问俊哥， 담배 떨 차가 신호줬다무지. 우리 아버지 강가부라고. 从俊哥错愕的表情中，小雨似乎已经得到了答案。他哭着撕掉手中的机票。自此以后，他和俊哥彻底分道扬镳。而知道真相的两人又会何去何从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好了，我是力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